一个人对于眼球的痴迷可以到达什么地步呢？这个问题我相信一般人还真不好回答，因为这就是典型的恋物癖。正常人很难有这样独特的叉癖，因为这是一种心理现象，个体会对特定物品或者物质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或者性吸引。就像是今天视频里面的主角，他对于眼球的痴迷到了杀了人必须要挖出来带走。那请问他到底是喜欢杀人还是喜欢眼球呢？答案是必须要杀了人才能获得。可是人们却发现，这些受害者似乎都有着同一种身份。1933年，查尔斯·奥尔布莱德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阿马里诺。出生后就被母亲送去了孤儿院。幸运的是，3周后，一对夫妇从孤儿院收养了他。他的养母戴尔·奥尔布莱特是一名教师，对他非常的严格，时常会过度的教育和保护，以至于查尔斯的学龄非常早，比正常的孩子要早上2个年级。也许这就是他宠爱查尔斯的方式。可在外人眼里看来，戴尔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因为他们家里明明不穷，但他却总是去二手商店淘衣服穿，平时生活也非常的省吃俭用，甚至会去当地的屠宰场里面捡一些没有人要的，拿去喂狗的骨头。为了查尔斯长身体，戴尔还在自家后院里养了一头山羊，这样他就能自己挤羊奶给查尔斯喝，因为他认为羊奶比牛奶要更加的好。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查尔斯渐渐长大，也到了青春期男孩该有的欲望阶段。他开始喜欢女孩，养母在这个时候教育他要尊重女性，尤其是性方面。甚至在每次查尔斯约会的时候，养母都会亲自开车送他，并且事后会打电话给女朋友的父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任何不合适的事情。其实之所以有这么强的控制欲，是因为戴尔之前没有过孩子，他很希望自己唯一的养子可以出人头地。所以除了正常的文化课之外，查尔斯还学习了多种兴趣课，像是钢琴、写作等等。在查尔斯11岁的那年，戴尔给查尔斯报名了西北动物标本制作学校的课程。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动物标本的制作，这是一门仅次于绘画和雕塑的艺术。只是不一样的是，他需要常年接触死去的动物。为此，强势的戴尔又陪着查尔斯，教他使用了各种解剖工具。他第一次看到剥了皮的小鸟剖开脑壳的过程，以及用小勺挖出脑浆和用镊子抠出眼睛的场面，这些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虽然花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最终他还是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标本，可是唯独没有眼睛。为此，追求完美的查尔斯去了动物标本店，他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动物的眼睛，有鸟的，有兔子的，有老鹰的，甚至是鹿的。他好希望可以获得一对，可是节俭的戴尔这个时候又阻止了他。养母认为标本店的眼睛太贵了，他有更好更便宜的方法。随后他就打开了缝纫工具包，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在一阵忙碌后，这只没有眼睛的鸟标本被装上了2颗黑色纽扣，在客厅的灯光下闪着暗淡无神的光芒。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养母窒息的教育渐渐唤醒了查尔斯心中的邪恶，他对于眼睛变得十分的着迷。1990年12月13日，在达拉斯南部的一个下层社区，出现了一具身材魁梧的女性尸体。她体重70公斤，只穿了一件 T 恤和一件被推到胸部的内衣。她的眼睛紧闭，脸和胸部伤痕累累，应该是被殴打过的。后脑勺还被枪射入了一颗0.44口径的子弹。当附近的一个居民发现后，赶忙冲进家里，拿出了一张床单盖住尸体，并且报了警。当警官来到现场，立刻认出了这名女子叫做玛丽·普拉特，33岁，是附近一带汽车旅馆的资深妓女。在当时，妓女被殴打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被谋杀却很不常见。而最恐怖的莫过于病理学家发现，凶手挖出了他的双眼，但眼睑上面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甚至连连接眼球的组织都被小心翼翼的切除了。病理学家目瞪口呆，这个人要不是学医的，哪知道如何用刀绕过眼睛，确保不伤到相邻的皮肤，然后切断支撑每个眼窝的6块主要肌肉，以及坚如绳索的视觉神经。当然，无论是谁干的，都一定对这方面有过大量的练习和研究。警方迅速联系了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犯罪逮捕计划部门。联邦调查局通过计算机保留着美国最不寻常、最残忍的残害数据。在一系列疯狂的袭击当中，有尸体被肢解、器官被摘除，甚至眼睛被刀刺穿的，但是唯独没有找到任何记录有这种手术般精确切割的袭击历史。这就纳闷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想要一个妓女的眼球呢？1991年2月的一个周日早上，就在玛丽普拉特被抛尸的那条南达拉斯路上，又发现了一名妓女的尸体。她几乎赤身裸体，名字叫做苏珊·彼得森，27岁。她的头部、胸部和腹部均中枪，而且同样的，她也眼睑紧闭。由于她的尸体是在路上的另外一端被发现的，这已经在市区外了，所以案件的管辖权落在了城外的达拉斯县警局。一位名叫拉里·奥里弗的侦探被叫去了现场。他没有听说过之前玛丽被杀的案件，但诡异的是，
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奥利弗把尸体带到了尸检室，病理学家开始进行标准的外部检查。当他打开尸体的眼睑后，奥利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幕：这个死去的女人的眼球被巧妙地挖了出来。当病理学家提到在2个月前也曾遭到过类似的案件后，奥利弗做了一些核实。在24小时内，他前往警察局凶杀案办公室，约见了上一次案件的警察。很快，他们就开了个会。警方官员意识到这是一宗连环杀人案，凶手是一个极度残忍、扭曲且聪明的惯犯，而且不排除他会有下次作案的可能。果然，他们猜的没有错。刚过去了1个月，又发现了第3名受害者。3月19日早上6点20分，人们在一所小学附近半个街区外的一条住宅街上，发现了45岁的非裔妓女雪莉·威廉姆斯。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了这个裸体女人倒在路边，尸体旁边还放着一个未开封的避孕套。这次警察二话没说，直接在现场翻开了眼睑。同样的，还是没有眼球。他的面部有淤伤，鼻子骨折，面部和头顶均被子弹击中过。不过这一次，还有一把插 ACTO 刀的断刃被发现嵌入了他的右眼周围的皮肤上。随着多个妓女被杀抛尸的新闻不断出现，这个街区的妓女们都岌岌可危。许多妓女离开了这个恐怖的街区，甚至是离开了达拉斯这个城市，还有的退出了这个行业。但是还是有一些妓女选择留了下来，因为她们需要独资。她们一起搬到了一个街角，而警方也大批量的全天候跟踪监视这群妓女。在这其中，有个叫做维罗妮卡·罗德里格斯的妓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发现她的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脖子前面似乎还有刀子划过的痕迹，随后就质问起了她。罗德里格斯告诉警察，在前一个晚上，他被一个骗子绑架，开车到了南方的一片田地里面，在那里被强奸了。那个男人随后试图杀死他，但是他逃脱了，跑向了一所房子。房子里面的那个男人恰好是他认识的人，而他也恰好认识那个试图杀死他的人。这些话对于一个警察来说，一听就是个故事，他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但警方还是选择把他放了。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警方一直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随后，他们发现有个男人与他有着亲密的接触，他是一个嫖客。有一天，他刚好带着罗德里格斯回到了他的住处，警方拦下了他们，并做了调查。他告诉警方，自己就是那天罗德里格斯跑进房子里遇到的那个人，但他并不认识当天追杀罗德里格斯的人，只透露了他的房子是向弗雷德·奥尔布莱特租的。而弗雷德·奥尔布莱特是谁呢？他就是查尔斯的继父。而在当时，弗雷德和妻子戴尔早就已经去世。最终，警方在一群妓女的口中得知，被杀的玛丽·普拉特确实曾经与这个叫做查尔斯·奥尔布莱特的人短暂的约会过，而这个人还喜欢搜集同样的刀片。1991年3月22日，根据线索，警方找到了查尔斯。他当时正在与女友同居。在搜索他的家时，警方发现了一堆 XACTO 的刀具、一本格雷式解剖学，以及至少10几本关于真实犯罪和连环杀手的书籍。在他的卡车里面还发现了毛发纤维，这让他与这3起谋杀案紧密的联系了起来。但是凶器和丢失的眼球始终没有被找到。在查尔斯被捕几天后，该市的法医实验室报告称，在死去的妓女身上发现的头发与从查尔斯头部和阴部采集的头发样本相似。可是作为证据，头发并不像指纹那样具有决定性。实验室技术人员表示，在查尔斯的卡车后面的毯子上发现的头发与前2名被杀的妓女玛丽和苏珊的头发样本相似，而在他家的吸尘器中发现的头发与第3名被杀的妓女雪莉·威廉姆斯的头发相匹配。随后，查尔斯的审判于1991年11月下旬开始。尽管审判主要依靠间接证据，检察官最终被迫撤销了对查尔斯前2起谋杀案的指控，但他还是被判谋杀雪莉·威廉姆斯罪名成立，并且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他后来被监禁在德克萨斯州拉伯克市的约翰·蒙特福德精神病院，并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的。2020年8月，87岁的查尔斯死在了医疗中心，死因为自然原因。其实，在查尔斯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问题少年了。13岁时，他就因为严重袭击和盗窃罪被捕。16岁，警察又逮捕了他，因为他偷了零花钱、2把手枪和1支步枪，最后在监狱里面待了1年。出狱后的他进入了阿肯色州立师范学院学习，主修医学预科。他在大学期间搞过一个令人不安的恶作剧，就是从照片上面剪下前女友的眼睛，并贴在校园各处。后来他因为被发现有偷窃物品的前科被学校开除，随后便开始伪造学历谋生，后又因为伪造支票被抓，并且被判处了缓刑。而在1988年10月发生了一起妓女谋杀案，后来也被认为是查尔斯所为。那为什么查尔斯对妓女有着如此大的仇恨呢？警方在后来调查了任何与查尔斯有关的人，发现了他曾经在1990年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垒球队，队员对他的印象很是不错，因为他有精湛的球技以及非常友善的性格。每次比赛结束后都会给全队的人买饮料，于是大家在平时都喜欢互相开玩笑。在一次比赛结束的休息阶段，全队都坐在路边，边吃糖果边闲聊。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一群妓女从边上走过，一群人就开始起哄。球队经理不经意间和查尔斯开了一个玩笑，问他：“你单身为啥不去找妓女呢？”而查尔斯听到后突然情绪爆发，这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他。他回了一句：“见鬼！如果可以，我会杀了他们。”
顿时一群人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过了2天，经理单独和查尔斯道歉，查尔斯对他说出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一个妓女。虽然养母戴尔曾经和他说过自己亲生母亲是一位法学院的学生，他在16岁的时候生下他，并且抛弃了他，就连亲生父亲都不知道是谁。但其实在警方的后来调查中，追溯到他的生母其实是一名护士，但是不确定是否当过妓女，这可能只是查尔斯的单方面的臆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查尔斯的脑海中麦因和母性之间已经产生了联系，他可能正在与一种非常扭曲的圣母妓女情节做斗争，无意识地寻求报复那些让他失望的母亲形象。他与妓女交往就能找到他认为最坏的女人，至于作案手法，完全是参照了自己之前在养母的逼迫下学会的解剖技能，以及他对于一副眼球的渴望。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查尔斯的案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和转发。那我是真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